苍玄大陆一座宏伟的宫殿内，蓝莲花眉头微皱，内心十分焦急。这么长时间还不见莫青云到来，若是没有墨家帮助，靠着苍玄大陆，是根本没办法挡住八殿的攻击。玄女，你喊的帮手到底还来不来？若是再等下去，不知道有多少苍玄大陆的子民全都葬身在那神殿手里了。东蒙国国王焦急地问道。再等下，估计马上就到了。蓝莲花说道。玄女，我不想等了。我们东蒙国如今已经在那神殿铁蹄之下，若再不想办法，我们东蒙国怕是要片甲不留了。东蒙国国王等不下去了。你想怎么样？阿什努问道。既然不是对手，那就只能臣服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所以人都死去。东蒙国国王说道。你这个叛徒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投降，我先砍了你。阿什努说着就要动手。好了，你们还嫌不够乱吗？蓝莲花怒喝一声。这一下谁都不再说话了，静静地看着蓝莲花，想知道他有什么主意。可蓝莲花能有什么主意啊？只能是等待。可是每一分一秒都有苍玄大陆的修士死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闯了进来，随后兴奋地说道：玄女，撤了，全都撤了。什么撤了？蓝莲花十分不解道。那些神殿的人都撤了，全都撤离了我们苍玄大陆。来人说道。怎么回事？蓝莲花一喜道。我也不清楚。报信的人摇了摇头。其他三位国王一听，也都是震惊不已。他们想不明白，这神殿的人为什么突然就撤了呢？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我找来的帮手，肯定是他赶走了神殿的人。蓝莲花突然眼前一亮道。就在蓝莲花说话间，突然一股庞大的气息靠近，随后缓缓落到了宫殿门前。玄女，有你的朋友求见。带着陈平他们来的那个男子大声地说道。哈哈哈，果然是他。蓝莲花大喜，赶忙说道，让他们进来。莫青云带着陈平他们走了进去。看到蓝莲花之后，莫青云急忙跑了过去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青云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你帮忙，怕是我这苍玄大陆就要被神殿的人给彻底霸占了。蓝莲花说道。别谢我，我可没有出力，都是陈平的功劳。莫青云一指陈平说道。陈平？蓝莲花好奇地打量了一眼陈平，发现陈平只是散仙境一品实力，顿时变得满脸疑惑起来。你不要看他的境界，他的实力很厉害的，那八殿主散仙境五品都被他打得认输了。正因为如此，那些人才撤出苍玄大陆的。莫青云知道蓝莲花在想什么，于是说道。玄女，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吗？我看神殿的人离开，跟你找来的帮手没有半毛钱关系吧？东蒙国国王只是扫了一眼，顿时冷哼一声道。就陈平他们几个人的实力，最高的看起来也就只有莫青云散仙境三品巅峰，胡麻子跟着陈平境界都不高，就这几个人把神殿的人赶跑了，他根本就不信。蓝莲花没有说话，因为他也有些不太相信，毕竟几个人境界太低了。原本他以为莫青云会带着墨家高手前来帮忙，谁想到就带了这两个人。玄女，神殿的人确实是被这位陈前辈赶跑的，而且还打败了那神殿的八殿主，我们全都亲眼所见，不会有假的。那带着陈平他们前来的男子马上开始给陈平证明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其实他也不敢相信，一个散仙境一品能够打败散仙境五品，还真有此事。蓝莲花十分意外。你他妈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收了他们的钱才这样蒙骗我们的？一个散仙境一品打败散仙境五品修士，简直就是放屁。东蒙国国王对着那男人吼道。那男人脸色微变，看得出来，他对着东蒙国国王很是惧怕。你要怎么才能相信呢？陈平看着东蒙国国王问道。当然是让我们亲眼看看，好心服口服呀。东蒙国国王说道。
那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陈平问道。我是散仙境2品巅峰，假以时日，马上就到散仙境3品了。东蒙国国王十分自豪地说道。啪！可话音刚落，突然陈平就到了眼前，一巴掌抽了过去。东蒙国国王被打懵了，反应过来之后就要对陈平动手，可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像是被什么禁锢了一般，根本就动弹不得。陈平则是一连几个巴掌抽了过去，啪啪啪。怎么样，现在相信了吗？陈平边打边问道。这一幕让那其他2个国王看得目瞪口呆，蓝莲花则是倒吸一口凉气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的，就连他都没有这个本事，把东蒙国国王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陈平一个散仙境1品竟然做到了。陈平，你太过分了，不是说过装逼的事情让给我吗？胡麻子见状直接把陈平拉开，而他则是对着东蒙国国王左右开弓。胡麻子又把那东蒙国国王扇了一顿大巴掌。陈平和胡麻子境界都不让他，可是在这2人面前，他就跟个孩子一样，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陈平，胡大师，可以了，别把人打死了。莫青云见状赶忙出声阻止。此时那东蒙国国王的脸早已经肿得像是猪头了，带着陈平他们来的那男子不由得掩嘴笑了起来。阿什努则是毫不忌惮地大笑道：哈哈哈，这下相信了吧，脸都被打肿了。东蒙国国王虽然很是生气，但内心也开始忌惮陈平和胡麻子的实力。别看2人境界不高，但是实力太强悍了，这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呀。青云，你这是从哪里认识这么2位高人呀？蓝莲花好奇地问道。在飞虎城，莫青云把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。那阿什努听后突然神情激动起来，上前一把抓住了陈平的手道：在飞虎城救了我的女儿和族人的可是你们？你的女儿？陈平一愣。我女儿叫阿伊莎，阿什努说道。陈平一听瞬间想了起来，点头道：不错，是我把他们救出飞虎城的。恩人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阿什努说着就要给陈平跪下，陈平伸手轻轻一托，阿什努就再也没办法跪倒，这让阿什努对陈平更加的敬重起来。一个如此年轻，只有散仙境1品实力的人，却有着看不透的实力。蓝莲花听到陈平还从飞虎城救了苍玄大陆很多人，顿时感激不已。今天我要好好招待我们苍玄大陆的贵客。蓝莲花说道。去悬浮岛？莫青云说道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那里，我早就命人准备好了。蓝莲花笑道。莫姑娘，悬浮岛是什么地方？陈平好奇地问道。去了你就知道了，很漂亮的。莫青云说道。很快众人走出大殿，蓝莲花看到大殿外竟然还有3个女人，其中一个就是霍晶晶，正被胡麻子的2个女人看守。为了防止霍晶晶这个高傲的家伙自爆，陈平封住了她体内的经脉。现在的霍晶晶就如同平常人一般，想要自爆是没办法施展的。这3位是？蓝莲花好奇问道。莫青云介绍了一番，不过在知道霍晶晶是霍昭女儿时候，蓝莲花的眼神中带着愤怒的火焰。霍昭带人杀了苍玄大陆那么多人，还抢夺了那么多资源，他怎么可能不愤怒？只是当着陈平他们的面，蓝莲花也不好对霍晶晶做什么，毕竟霍晶晶是陈平他们抓到的，而且有霍晶晶在就能够威胁那霍昭，不再找苍玄大陆的麻烦。众人朝着悬浮岛飞去。就在陈平他们前往悬浮岛的时候，八殿主霍昭带着八殿众人到了魔族地狱。在一片血红色的城池前，霍昭停了下来。这里是尸骨王的地盘。霍昭看着城墙上一个个血色骷髅的兵士，掌心轻轻一挥，瞬间那些血色骷髅的兵士全都变成了粉末。何人？
敢在我石鼓城撒野！只听一声怒喝，紧接着一名体型魁梧、不怒自威的魔修出现在城墙之上，在他背后则是数千骷髅大军，一个个手持弯刀，双眼冒着红光，看起来十分的吓人。别叫唤了，还不滚下来！霍昭冷喝一声。那石鼓王见状，身体微微一抖，赶忙咧嘴，露出泛着寒光的牙齿，原来是神殿的八殿主。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！石鼓王身形瞬间出现在霍昭面前，而他身后数千骷髅大军也仿佛凭空消失。不知道八殿主到我这里有什么吩咐？石鼓王问道。你就让我们殿主站在门口跟你说话。八殿大长老眉头一皱道：请，里面请。伴随着石鼓王大手一挥，城门缓缓打开，霍昭带着八殿众人走进了城池。若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去，霍昭是不会来这里的。身为神族一员，对于这种魔修是最瞧不起的。像石鼓王这种魔修，很多都是靠着吸收死人的阴煞之气修炼，还有把死尸炼成傀儡，甚至一些骷髅都炼成骷髅兵。这种魔修是魔族中也最让人不齿的存在。身为高傲的神族，是根本不乐意跟着这种人打交道的。可是现在，霍昭必须要利用这些人才行。来到石鼓城大殿中，霍昭主动地坐到了主位。石鼓王屁也不敢放，得罪神殿的人，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石鼓王，若是让你攻打苍玄大陆，你可有把握？霍昭问道。霍昭现在不能自己攻打苍玄大陆了，因为自己的女儿还在陈平手里，但是可以让别人动手。这口气不出，霍昭心里不舒服。霍殿主，我石鼓城虽然也有雄兵10万，可是跟着苍玄大陆比起来，稍逊一些的。石鼓王委婉地说道。那就联合其他魔族的人，兽族的人也可以，到时候你们可以瓜分苍玄大陆的资源，而且我可以给你们石鼓城提供100万仙石，你看怎么样？霍昭说道。